现在的年轻人都怎么了？为什么大理丽江成了众多年轻人躺平的地方？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隐居山林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ly， 开着一辆铃木北斗星，从广西来到了云南。来之前一直都听说云南大理丽江是很多年轻人过来躺平的地方，所以我过来看了看，逐渐发现了一个事实。我在大理待了半个月，以大理为例，大理真的是个好地方。下观风，上观花，苍山雪，洱海月，风花雪月的美好吸引着众多游客来到大理旅游，更有甚者直接在这里定居生活。这一段时间我一直住在山上，偶尔会有外来的人过来看山上住的房子，在空气清新、环境清幽的地方，拥有一个带院子的小房子，那感觉很不错吧？所以来这边看房的人不止一波。除了山里的租房受欢迎外，大理古城附近、市区附近的房子也有不少外来人过来租住，价格环境不一。曾经看到过某篇文章写着大理10万年轻人躺平，不知道你是否看过？联想到想要在山里居住的人，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怎么了吗？他们为什么都想着躺平呢？我思考了一下，大概分为外因和内因。说外因，现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，让人感觉压力山大，工作也在不断的内卷，被某些公司所倡导的996不断压榨员工的自由时间，工资的涨幅远远赶不上房价的上涨速度，某些地方的高价彩礼让人无法直面婚姻。外因有很多，把你知道的写到评论区吧。再说内因，很多年轻人更多的关注个人的成长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，人生价值、生活的意义，我们开始对这类话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。思考的结果就是躺平。也许在某些上了年纪的人眼里，躺平是个贬义词，他们认为这些年轻人都没救了。但我认为这些年轻人所谓的躺平，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逃避生活、放弃奋斗，他们的躺平实际上是经过思考后得出的态度与选择。在这个煎熬的过程当中，反思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生活方式，以此去寻找真正符合自己内心需求的生活和工作。在大理的半个月，我看到很多年轻人是这样生活的，他们有自己的事业，不一定非常挣钱，但一定是自己热爱并且想要尝试的。比如在集市里摆摊的摊主，路边的画家、书法家，拿着手机在古城直播的博主等等。走在路上或者经过某个转角，只要你主动一些，你都能跟年轻人交谈甚欢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能感受到他们的蓬勃生机，其实他们是非常热爱生活的。不一定在大城市工作才叫拼搏奋斗，在大理丽江也可以。我们都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坚持着、努力着，唯一不同的是，在大理生活的年轻人除了生存以外，他们没有忘记热爱生活，享受人生。成功的人生不应该只限定为是否拥有昂贵的车子、房子，是否结婚生子，是否生活安逸。现在都2023年了，年轻人经过自己的思考，决定不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，他们只想过自己认为成功的人生。当然，这个他们也包括了我。躺平生活能够给我们带来自由、舒适和平静的感觉，我们可以更加自由地安排自己的工作生活，不再被繁琐的工作以及社会压力所困扰。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，可以更专注地学习和成长。以我在山上看到的一位小哥为例，他在山里租了一个带院子的小房子，房子在山腰上，周围都是大树。每天的清晨在鸟声当中醒来，他有一辆3轮车是经常放在路边的，只要不下雨，每天按时去集市上摆摊，到了下午就回来。每天的生活很简单，却也很充实。总体而言，我是很羡慕这位小哥的生活的，但我也明白我的生活也不差，我的生活也被很多人羡慕着。说到我自己，我做旅行自媒体，不也算是躺平生活的一种吗？有这么一个词，数字游民，我想我也属于这一类人了吧。我可以随意的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，我要去什么地方，拍摄什么内容，创作什么样的视频，
这样的自由度远远比我在深圳上班996要高得多。一边旅行一边工作，这是我很喜欢的工作和生活。所以啊，所谓的躺平并不是真的游手好闲无所事事，我们只是换了一个轨道，换了一种步伐，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不断前进。尼采有一句经典语录：你有你的路，我有我的路，至于适当的路、正确的路和唯一的路，这样的路并不存在。人生没有定义，生活也没有定义，工作更没有定义。我认为这一辈子活得开心快乐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希望屏幕前的你看到这个视频，也能够有更多的勇气去坚持自己喜欢的、想要的，过自己最想要的生活。好了，这一期视频就先更新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视频见吧，拜拜。